男孩说那一年要上小学1年级了，爸爸妈妈正在考虑是在镇上读，还是去县城好一点的小学就读。这时有一个算是和我们家走得蛮近的亲戚对男孩的爸爸妈妈说：“您这小孩要是有什么出息，我就把耳朵割下来。”这个亲戚说这话的时候，年仅6岁的男孩就在旁边。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过。这样的劝解，就从男孩记事起没少听过，似乎是大家讲的多了，父母也不可避免地听进去了一些。有天晚上9点多，男孩在床上睡觉，隔着爸爸简易的单位宿舍用纸板隔开的客厅里传来了亲戚向爸妈的建议声：“要不然再生一个吧。”男孩回忆说：“可能这只是爸妈和亲戚的闲聊，可是当时我还那么小，听在我的耳朵里，我是真的担心了，爸妈是不是也和亲戚们一样嫌弃我了呢？”父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事情都是直接和男孩说。上学的时候，由于男孩身体天生的缺陷，做事情总是比其他人慢半拍，进而影响了学习。爸爸有一次和男孩说：“你总是考不好，就是因为身体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男孩没加思索的抬头问父亲：“怎么改？”父亲看了看男孩，没再说话，沉默地走开了。大学之前，男孩一直认为父亲也和亲戚们一样是嫌弃我的。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上面的这段回忆，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男孩就是脱口秀演员小佳，这是小佳在接受3联生活周刊记者博静采访时的一段自述回忆。对于小佳，相信华语圈里喜欢语言类节目的朋友都不陌生。他的那一句：“我觉得这些选手吧，分成2种类型，一种是文本型的，一种是表演型的，而我是感动中国心。”随着脱口秀大会第4季的热播，也让小佳彻底火了。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关于小佳爆火之后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位外表清秀、笑点密集，经常拿自己身体缺陷开玩笑，让观众好笑又舒服，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小佳，却会让另外一些观众在观看小佳表演的时候选择性的跳过她的节目，甚至有人坦言，看小佳的脱口秀，我感觉我是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从小到大的小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点赞投币，马上开始。1994年10月，福建省漳州市辖的平和县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由于大脑缺氧，造成神经系统疾病，肢体出现了一些天生缺陷，引起走路时一瘸一拐，很难走成直线。用他在脱口秀大会第4季节目里的说法是：“而且长短脚没办法走直线的哦。经常走着走着就弯了，所以我比在座的多走了10几年的弯路，甚至影响到语言的表达能力。3岁前，男孩未曾开口说话，如今依然只习惯用左手敲击键盘。男孩名叫张嘉欣，也就是现在被我们广泛熟知的脱口秀演员小佳。很显然，小佳的妈妈对小佳倾注了全部的爱。小佳对记者说：“不知道妈妈是从哪里学会了一套土方法，每天坚持给儿子读唐诗，同时让小佳去触摸他的喉咙，去感知声音的震动。读了几个月后，小佳突然开口叫了声妈妈，想来张妈妈彼时是异常激动的。直到现在，我们在节目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小佳的发声仍然有些不顺畅的痕迹，只是已经不太明显了。”小佳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一个家庭生养一个这样特殊的孩子，父母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家族亲戚们的多方压力。作为生活在南方的闽南人，宗族观念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很早的时候，亲戚们就开始说3道4，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没啥希望了，长大后也会不中用的，这样的儿子以后怎么给你们养老呢？说这些话的不光包括亲戚，还包括了小佳的外公外婆等至亲。要不然再要一个吧。这些话在小佳4、5岁的时候，亲戚们都是当着小佳的面说给爸妈听的，仿佛小孩子听不懂别人在讲他坏话一样。就像节目开篇提到的那个要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的亲戚一样，小佳一直没有忘掉过。时隔多年后，小佳在家里碰到这个亲戚，半开玩笑的问及：“你当时说如果我有出息就把耳朵割下来，那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要把耳朵割下来了呢？”小佳说：“虽然我是开玩笑语气讲出来的话，但我想问他这句话的心是真的。”上大学之后，小佳一直认为父亲也和亲戚们一样嫌弃我，直到父亲渐老，自己成年后开始和自己说一些心里话。
小佳才真正理解到，不是父亲嫌弃自己，而是父亲嫌弃他自己没有用，不能给自己的儿子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生来就让自己的儿子承受那么多不公平的遭遇和别人异样的眼光，如此种种都投射到了小佳的身上。倔强好强的小佳，那时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考到一个好成绩去证明自己。升入中学的小佳，身体的不便给学习成绩带来严重的影响。小佳说，从初一到高三，我的语文就没有及格过，但我们学校又特别喜欢把我派去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次次得奖。原来小佳的右手相对来说问题比较大，不是没有力气，而是做不了太精细的动作，所以小佳只能用左手写字，因此写的字比较难看。800字的作文最多只能写到300-400字，考试的时间就到了。有几次，小佳试着先写作文，但前面的考题又会是一片空白，所以不论怎么考语文都会不及格，包括高考语文都没及格。但有意思的是，小佳却又非常擅长写作，文学感和文笔都还不错，所以市县里面的作文比赛，老师都会派我前去参加，次次得奖。因为比赛的时候不用赶时间，还可以在家里用电脑打出来，所以说语文老师大概对我属于又爱又恨的，恨我语文成绩总是拉全班同学的后腿，又爱我每次都可以从市里面拿奖，所以我整个学生时代都在寻求鼓励。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比较虚荣的状态，比如我很希望别人能经常夸我，稍微有一点成绩我会广而告之，我会问我的朋友，我拿到作文奖我是不是很棒呢？我会拿着奖状非常高调的展示给来我家里的亲戚们，我就是想看他们脸上的神情，想让他们觉得我挺有用的。后来工作了，有进步有起色，我也会希望让大家知道。以上这段话在三联生活周刊公开的采访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踪迹。2020年初，小佳已在厦门的一家公司做新媒体工作。那年，小佳公司的年会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节目。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小佳心想，那就准备一个语言类的节目吧。一个人也说不了相声，那就来段脱口秀吧。就在准备年会节目的过程中，小佳认识了厦门一家喜剧俱乐部的负责人。负责人很热心地安排小佳参与俱乐部的读稿会和创作分享会。小佳觉得自己的稿件不是最出色的，但收获很大。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小佳决定参加俱乐部的开放麦。开放麦就是一种非正式的表演场合，场地一般是小酒吧，可以容纳30-40个观众。开放麦可以说是所有脱口秀演员的第一站。小佳说，在决定去开放麦之前，自己从未登上过公开表演的舞台。大学竞选学生干部要当众发表演讲的时候，还没上台，他就紧张到全身颤抖。2020年5月30日，小佳参加开放麦的前一晚，俱乐部的老板给小佳发来了一条信息：他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紧接着的是一段德鲁林奇的专场表演片段。林奇是个患口吃的美国喜剧演员，他在舞台上自嘲自己的口吃和身高，每到口吃的节点，观众们就会开始哈哈大笑。小佳决定去试试。通常情况下，脱口秀新人的表演都会以冷场告终。家人们想想看，一个普通人，一支话筒，仅靠语言就得让观众持续不断的大笑，绝非易事。这时的小佳也只是想给自己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命运就是如此的神奇。那晚的表演和观众的反馈出其意外的好。小佳事后回忆说，如果那天的开放麦冷场了，我后面也就不会再去了。所以很感谢那天晚上善良的观众们给予我的包容。小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多记者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的问题。小佳在脱口秀节目里是这样说的：开都开了，为什么不给我开个后门呢？而且我爬窗真的方便吗？虽然笑话一样的言语，却给出了他的答案。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他就是关上了，关得彻彻底底。在一个密室里，怎么去逃脱，就得自己去寻找到机关和密码，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打开那扇窗，终是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彼时的小佳，他似乎自己也未得知，此时的命运已经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2020年底，正值疫情席卷全球，小佳所在的公司也遇到了发展问题。公司老板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放心去吧。已经对脱口秀产生浓厚兴趣的小佳，开始有些商业演出。同年12月，
效果文化举办了脱口秀训练营，小佳决定辞职前去试一试。没想到的是，小佳成功的从150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选拔赛后的20个成员之一。这期间，小佳需要发送一段公开表演脱口秀的视频参加海选，随后初试、笔试，还包括当场写个段子。经过1周的高强度培训，4位导师轮番上课，从早到晚。课程结束当天，学员们还要赶到开放麦试讲当天创作的段子。不得不承认的是，承认缺陷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优势，就像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常常调侃自己长得丑一样。小佳在随后的节目里也会提到自己因为身体的缺陷曾经遭受校园霸凌，也正因此，小佳迎来了另一个困惑。正如节目开头咱们提到的那个问题，部分网友感叹，同样的一个段子，如果是一个普通选手来讲，可能立刻就笑了，但是换作小佳，心里就会想，我要不要笑啊？不太敢笑，我怕笑了会冒犯他，甚至有人说我是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所以干脆就跳过了小佳的表演时间。对于这个问题，小佳面对记者采访时也坦言，我很理解，因为我身体的特殊性，很多观众看到我的第一眼其实是不敢笑的，但在听到我的第一个段子后，他们就可以把这种紧张感释放出来了。就是说，你看，既然他敢自嘲，他都那么放得开，我也可以陪他笑一下了。所以每次上节目，小佳都会先跟观众介绍自己，跟观众说一说自己身体上的缺陷，让观众释怀。相比其他脱口秀演员，我可能多了一道坎儿，但这样也可以让观众直接跳过心理上的防线，跟着我一起笑。关于这一点，效果文化的首席编剧程璐对小佳说，如果不在表演开头就把身体方面的事情说清楚，观众反而不敢笑。如果自己先对痛苦释怀，就很容易与观众发生共振，笑声会来得更早一些。有过和小佳类似经历的网友说，很佩服小佳的勇气。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从小到大，周围都有一种同情和怜悯，其实自己的内心是抵触的，却无法表达出来，渐渐变成社恐患者，不敢出门。小佳认为，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弱势群体抱有过多的同情和怜悯，但这并不是特别必要。在小佳的印象里，父母对自己的约束很少，考好了不会表扬，考差了也不会批评。这种自由的环境对我现在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小佳说，从未想过自己要跟别人不一样，需要某种优待，期待被平视。读初中的时候，小佳有一位不照顾也不歧视的班主任，像要求其他同学一样要求他，做错事会批评，做得好就会当众表扬。这位同学特别棒，我提名他当班长。小佳常常想起这位老师，想起那种被肯定的感觉，相信自己值得被肯定和表扬。训练营结束后，小佳和同期的学员袅袅、张俊、张浩哲一同获邀参加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4季的录制。小佳在突围赛中成功晋级。该季评委罗永浩老师说，他是实至名归，4灯全亮绝不是同情，而是真的非常精彩，并且伴随着敬意。2019年，小佳的父亲突然心梗去世，小佳一直想用一段脱口秀来纪念他。在小佳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自己也与他没有太多言语上的交流。但在我上大学之后，父亲的内心开始变得柔软起来，像是个老小孩一样，跟我之间开始有很多的互动，一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但是很难忘。2022年的清明节，小佳把开放麦的现场表演影片发到了网上，把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轻松地讲了出来。这段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300万次的观看，近1.5万个赞，6000多个转发和1500多个评论。有观众好心地提醒小佳，不要拿死亡开玩笑，很冒犯。小佳说，现在国内的脱口秀表演对死亡的讨论以及学校对死亡的教育都偏少了一些，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这样一种幽默的方式，把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表达出来，这也是我最开始想做这段脱口秀的目的。还有一次，小佳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大概是说，小佳，你就不能站在舞台上，你如果想要搞创作，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幕后编剧就好。我看到这个私信，心里面咯噔一下。因为
为这个观点我好熟悉啊，几乎就是我们残障人士处境的一个缩影。比方说，很多人也会认为身体残障人士就不应该出现在马路上，而应该好好的待在家里。这个想法跟这条私信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一个像我这样的特殊人士走在路上，会有这种被路人审视的感觉。我在舞台上的感受会好一些，因为我默认舞台天然就是有审视和审判的，所以我能接受。以前碰到这些审视，我会感到伤心，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而是伤心。小佳说，今年我想做的是把自己当成一束光，带着所有像我一样的人往前走。小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很希望去跟那些亲戚们好好聊一次，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而是很想知道他们的偏见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恶意，能不能因为我消除对障碍人士的偏见。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谈话机会，算是一个跟过去更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想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上班，有一天，当她完成所有的工作安排，走进冷库例行检查，突然一个不幸的时刻，门意外关上了，她被锁在了冷库里面。虽然她竭尽全力地尖叫着、敲打着，她的哭声却没有引来任何人的注意。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经下班了，在冷库的库房外，没有人能够听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5个小时以后，当她在濒临死亡的边缘，工厂的保安突然打开了冷库的那扇门，奇迹般的救了她。后来她问保安，她怎么会去开那扇门？这不是她的日常工作。她解释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但是您是唯一一位每天早上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许多人视我为透明的，今天您像往常一样来上班，简单的跟我问声你好，但下班后我却没有听到您跟我说再见，明天见。于是我决定去厂里面看看，我期待您的嗨和再见，没听到你的告别，我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我在工厂的每个角落寻找您的原因。所以谦虚、爱和尊重你周围的人，每天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遇人善良，终得福报。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